日本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和 AI 大模型时代早就被中美两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但就在前2周，英伟达的黄仁勋突然搞了个大阵仗，在东京请了16家日本公司的30几位大佬喝酒吃烤串。但就是这一顿报道稀少的酒局，炸出了从70年代开始日本埋在全球 AI 产业最底层的一张神秘地图。更离奇的是，在这场 AI 芯片产业大佬云集的酒局当中，出现了一家卖味精的公司。这家公司靠着一张神奇薄膜，竟然决定了芯片成败的最后10微米。它就是日本的未知数。这一天晚上，老黄拆开了神秘地图，把藏在里面的日本人全都叫了出来。这晚也被人称为神田之夜。这里是 CNBIS， 我是儿童，小东西大时代，欢迎收看频道的新系列看不见的角落。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今天我们就从一包味精出发，来细说一下 AI 背后的背后。2026年7月15日晚上7点，千代田区神田站的一个巷子里，一家酒厂突然被一群保镖和记者围了个里3层外3层。今天晚上在这儿做东的是 AI 界的扛把子黄仁勋，坐在里面等他的是世界半导体产业里最隐秘的一群人，他们控制着肉眼看不见但几乎又避不开的 AI 产业命门。有做设备的，有做材料的，有做存储的，有做电子元件的，当然还有就像走错片场的未知数。但你还别说，一旦未知数明天停止供应它的独门材料，全球芯片会立刻受到严重冲击。有这么夸张吗？如果你去日本超市，在调味料的货架上肯定能看到一批印着红色 AJ logo 的包装袋，这家调味界的明星公司搞出了什么样的独门材料？其实这是一张只有10微米的薄膜，英文简称 ABF 真层绝缘膜。当然这不是拿来吃的，10微米是什么概念？就是保鲜膜的厚度。那芯片为什么要保鲜膜？简单点来讲，因为芯片最后的安装过程当中不能直接给焊在主板上，得先包一个分装基板。为什么不能直接焊？因为芯片里那些导管是几十微米级别的，就是比头发丝还要细，但主板接口最大是毫米级别，你把一把头发丝直接插进接电口，尺寸也肯定对不上。其次，芯片一运算就会产生巨大热量，因为材料原因，主板会膨胀，但芯片不膨胀。如果没有基板，直接连接的那些小焊点就会马上断掉，芯片也会立马报废。所以分装板就像个盔甲，防受潮、防冷热、防外力攻击，还要起到多层线路板的作用，通过微米级别的头发丝导管把芯片信号给导出来。ABF 膜就是铺在这些头发丝上的绝缘保鲜膜，防止短路还保护导管。保鲜膜上密集的孔洞也是头发丝的连接口，所以没有它，芯片完全没法工作。那未知数是怎么从调味料公司变成高科技公司的？未知数的社长兼 CEO 中村茂雄，年轻时本来就是参与 ABF 研发的人。1992年，他进入未知数中央研究所，开始参与 ABF 膜的研究，这一研究就是几十年。到了2025年，他成为未知数历史上第一位技术出身的 CEO。所以今天无论台积电、英特尔还是三星，在制造 CPU 和 GPU 的时候，基本都绕不开 ABF 膜。70年代开始，未知数在研究味精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味精的副产物还能搞点什么副业，所以从研究氨基酸开始，一直捣鼓树脂添加剂和固化剂，一路搞了几十年。这些技术到了90年代中村茂雄这一代手里，终于打造出一张又硬又薄又 Q 弹又耐高温又能打孔还能精密布线，完全属于对立属性的神奇薄膜。到了1996年，一家 CPU 公司听说了这个技术，主动找上门来，然后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技术，最后就被拼成了一张半导体绝缘膜。ABF 这个副业就诞生了。但恐怖的是，这个副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几乎接近了 99% 的垄断地位。整个未知数在2026年的营收大概是在 1.58 兆日元， ABF 只占了总收入的 6%， 也就是在1000亿日元左右，但利润却有500至600亿日元。这盈利能力恐怖如此，而且这100亿日元还影响了万亿美元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那更大的问题来了， ABF 都卖了几十年，为什么到今天还是独一份，没有被替代？其实有些公司早就把这保鲜膜拆得一清二楚，但模仿出来的要不在高温下变形，要不一碰就破。这就像可口可乐的配方，有糖分和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但就是很难搞出那个味道。而且还要在保鲜膜上极限打孔，切出成千上万个完美圆孔来连接头发丝。如果你是客户，你会冒险用一个新公司的替代品吗？估计没人敢。所以未知数做的事就是把几十年积累的配方和技术，在相互矛盾的条件里全部塞进了一张
高科技薄膜里。所以聚光灯第一层肯定是在黄仁勋身上，灯光往下一层可能是台积电，再往下一层是荷兰的 ASML。但可怕的是，如果你继续往里走，你会在黑暗阴影里看到几个日本人卡在取经之路上，你要不绕道，要不乖乖交上买路钱。那阴影里除了中村茂雄还有谁？和中村茂雄和 ABF 的地调完全相反的是，在酒局上一个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拿着一瓶有老黄签名的 whisky， 他就是东京电子的社长和合利树。老黄必须送他这瓶酒，因为这瓶酒关系到物理现实边界是否能被突破，因为他手上握着未来 AI 芯片逼近原子尺度的极限钥匙。和合利树在1986年就进入东京电子，在公司一干就是40年，2016年坐上了社长的位置。AI 和半导体圈子都很明白东电的位置，但外部就没有什么人听过这家公司。如果说台积电是全球 AI 芯片的神奇代工厂，那么东电就是给台积电提供神奇工具的人。简单点讲，就是假设台积电要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建一座有上百亿个房间的微缩城市，需要反复做几件事。先在硅片上抹一层地基水泥，然后在这一层水泥上再刷一层胶水，这就是光刻胶。然后 ASM 光刻机上场，就像一个超高精度的投影仪，把设计好的城市布局图投影到胶水上，然后曝光啊、显影，再刻掉不要的部分，最后再清洗，然后再来一次，就这样一遍一遍反反复复。东京电子卖的就是干这些脏活累活的机器。全世界都知道，制造最先进的芯片要靠荷兰 ASML 的 EUV 光刻机，一台机子几亿美金，感觉好像有了它就能马上搞出芯片，但其实得先在硅片上反反复复干这些活。所以东电就是靠这套没人注意的工艺和设备，在全球市场占了 90% 的份额。严格来讲，它都不是英伟达的直接供应商，但如果这台机器停了，台积电也没办法凭空把 Blackwell 变出来。2026年东京电子一年营收大概是 2.44 兆日元，是全球第4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好，接下来这一位很有话题感的老兄被记者围堵，还笑得一脸神秘，连用2句这个我不能透露来搪塞记者。他就是日经著名的妖股铠侠的社长太田裕雄。太田其实刚刚上任3个多月，他上任后公司市值在6月份一度突破了44兆日元，直接超过了丰田，短暂的做了一把日本市值第1的铁王座。铠侠的前身其实是东芝存储器，在80年代最辉煌的半导体时代，太田就进入了东芝，一辈子基本都泡在存储业务里。后来东芝团队发明了闪存，这块业务就从东芝拆了出来，2019年改名成了铠侠，名字是日语记 Kyoku 加上希腊语的价值 Axia。日本丢掉了曾经全球一半的半导体江山，但存储这条线居然一直被太田握在手里。铠侠现在做的闪存技术和企业级的 SSD 本质就是 AI 工厂的巨大仓储。他上任的时候对外宣称把闪存发展分成了3个阶段，首先就是数码相机、存储卡，然后就是智能手机、PC 和服务器，到了现在那就是生成式 AI 了。他认为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如今从生成式 AI 到 Aging 再到 Physical AI， 对高容量高性能储存需求一直在增加，所以铠侠也的确吃到了这一波，否则怎么会突破44兆日元。它是日本半导体衰落的遗产，但也是极有可能让日本重新爬回牌桌的一张重要底牌。设备、分装、仓储，还差个原料商，是不是供应链开始非常具象化了？东京电子搞了芯片怎么造，未知数解决了造出来以后怎么封，铠侠负责怎么存，但芯片的源头是哪里来的？我们回到酒局，这一对大佬里站在中央带头和黄仁勋一起竖起大拇指笑得最自信的那位，就是信越化学的齐藤工业。全球大部分最先进的 AI 芯片追根溯源都是他们家刻出来的。信越提纯的多晶硅纯度高达11个9，就是 99.999999999%。齐藤笑得这么自信，当然是有底气的。2026年信越的市值达到了 14.3 兆日元，全球市场份额超过30%，如果再加上另一家日本公司，这2家直接吃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接下来里面还有电子元件巨头 TDK 和春田，还有芯片测试巨头爱德万等等，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基本上就是整个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全家桶。但如果把这一顿酒局和另一个事儿连起来看，它就会透露出一个更强的信号。其实这次老黄15号、16号来到日本，除了拿 2.75 万颗订单之外，和吃烤串以外，还见了当年创业时的2位日本恩人，世嘉的前社長鹿角找一郎和游戏沙漠的亲生父亲铃木裕。
朝一郎当年在老黄95年差点破产的时候雪中送炭过，当时英伟达和世嘉合作开发了 DC 主机的图形技术失败了，老黄也到了破产边缘，但朝一郎还是给了老黄和公司一笔500万美元的救命钱，所以这次回日本是特意拜访和感谢。但如果你以为这是简单的回忆杀拜访，就错了，这也是老黄对外界传达了一种非常强的信号。他向媒体说 Japan is back， 日本能不能回来我不知道，但个人感觉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 I'm back， 因为英伟达和日本市场渊源很深，就像刚刚创业的时候一样，整个日本 AI 产业可能会是老黄实现野望的重要战场，这里的核心就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 Physical AI。什么意思？就是 AI 变成了数组，可以看见、理解、判断，最后在物理世界自己行动。具身也好，自动驾驶也好，智能工厂也好，都是它的肉身。日本在数字互联网和 AI 大模型时代基本掉队了，但手里却有一堆 Physical AI 最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猎岛将是黄仁勋最重要的实验场和产业基地。当 AI 想要从虚拟世界走出来去控制物理世界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拥有肉身，不管是具身还是全自动的智能工厂，这些肉身需要最精密的伺服电机、最灵敏的传感器、最坚固的减速器和最精密的那些工业材料，这些很多都在日本手里。所以日本对老黄来讲，就是把 AI 大脑装进物理肉体，实现 Physical AI 最完美的实验场。GPU 可以是大脑，但大脑以下还得有眼睛、有神经、有肌肉、有骨头、有手有脚，这些东西恰恰是日本过去几十年一直没有彻底丢掉的东西。电机也好，传感器也好，减速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这些东西以前听起来非常老派，甚至是上一代制造业的东西。但 AI 一旦开始从屏幕里爬出来，这些老东西可能就会变成 AI 的手和脚。所以回头看7月15号晚上那顿酒局，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无比精妙的闭环。为什么？那句 I'm back 当然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但如果把前后30年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它很像一个轮回。那些藏在工厂里、实验室里、材料里，甚至藏在超市里的一包味精，平时根本就没有人关注，可一旦少了，也许机器甚至整个世界真的会停。这里是 ThinkBiz， 我是儿童，欢迎收看看不见的角落，我们下期见。Nike.com